我们最常讲是 LINE 的那个讯息嘛，6、7年级生可能就是比什么 OK 笑脸那就继续处理。那对于这种可能新世代的这种 Z 世代他们可能就已读不回这样子，等到隔天早上9点再回老板很伤心啊。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陆赛达陆。7月份到了，除了放暑假之外呢，有一批新鲜人准备上大学，那么有另外一批社会新鲜人是要进入职场。6月的时候呢，其实有新闻在讨论说，黄仁勋旋风之后，今年大学招生非常明显的呈现理工热、人社冷的这样的趋势。所以像是以人文科系为主的政大这么好的一个学校，在今年呢，招生名额使用率比起去年来大跌了超过 6%， 所以直接也反映在现在的就业市场当中，社会新鲜人呢，在这个夏天就业趋势到底如何都说现在是 AI 元年，好像你要进入到职场，你 AI 好像都得要沾点边，可是 AI 应用在不同的产业是有不同的应用方式，那又会怎么样去影响到人力市场的供需变化。 AI 时代之下，如果讲到中年要转业的话，或银发族有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回到职场，那在这个不同的时代逻辑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或者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今天来介绍我们的来宾是 Yes123 求职网的发言人杨宗斌。宗斌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宗斌也是我常常在新闻，就是我们记者同仁在访问的时候看到你的这个受访我觉得你一直在相关的领域当中应该很有感，这个水温很有感，对不对？这个求职季就是今年6月7月这段时间，假设以社会新鲜人开始要进入职场当中，今年你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好，我觉得今年其实对这个刚毕业的毕业生来讲是蛮幸运的一年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疫情冲击都已经结束了淡化了那再来呢，去年其实还是有一些科技业接单比较疲弱的一个状况，那今年其实整个开始出现比较明显复苏，我是指在科技业外销导向的这个产业这个部分今年那这个疫情就是边境解封其实疫情去完之后，本来这个服务业内需型的服务业本来就已经很缺人都缺人很缺，所以对于毕业生来讲应该讲台湾的这个毕业生从去年开始已经正式进入9年级生千禧世代所以你听到你的周边有新进的同事9年级民国90年或者是西元2001年这你觉得不要这个惊讶吃惊自己好像跟他差很多世代比如说可能像我是这个6年4班的可能就觉得哇有9的这种出现就觉得怎么好像很远这样子，好像可以当他这个爸爸这样子。我现在真的不大敢问新鲜人或者是说是工读生的年纪随便一问都觉得是一个可以当我小孩的年纪。对，现在是不止就是在企业的工读生，现在真的是正式员工都有已经到这种的西元2000年以后出生所以对于这些年轻人我们先讲一下他们这个出生的这个背景跟现在他们当然就是在这种网络兴盛的时代之后就是出生的，所以他们其实在过去22年的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从高中大学的一个受教育的环境是都比较偏重在这种网络讯息就是快速可能是也没有特别去做查证但是有很多这个管道不像我们可能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要考三民主义可能很多思想的东西他们接收的来源比较多，我们可能就是说这2本念好这一本念好就可以考试，他们可能变成说很多东西就是讯息来的很多，所以变成说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蛮多讯息，但是就变成说可能像你现在找工作在哪里找就是在网络上对，就是特别要提到这一点，所以对于现在的9年级的人现在找工作管道非常的多对那当然先撇开会不会就是被骗求职陷阱对就是说其实透过网络的管道要找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我们新闻当中很容易碰到一种状况是在 Facebook 上面找这种有时候就会误踩陷阱，他都会对，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趁着这个利用这个节目就呼吁一下这个9年级的这种毕业生，其实找工作还是要谨慎，就是说这种网络上的一个丢一个讯息LINE 丢个讯息不止 LINE IG 上面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求职广告，它就是单纯叫你先加一个社群群组加进去，然后也没有真的跟你面对面面试到公司来面试的话，其实就当心这个求职陷阱甚至就是过去1年也蛮常发生的就是说跟你标榜说到这个东南亚对到国外打工然后他就讲一个术语就是说拿观光签证就可以到当地工作我是顺带一提，虽然说跟今天的主题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关系基本上也要国外工作一定要有当地的合法工作签证，拿观光签证要
工作基本上大概99%都是这个不合法，而且可能是求职陷阱。虽然是岔开啦，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平常在播新闻非常常看到的一种年轻人被骗的一个案例。好，那当然回到就几个，就变成说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说他的工作机会透过网络的管道其实蛮多的，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他觉得说他不一定完全要透过爸爸妈妈的这种耳提面命啊，或者是朋友的这个介绍啊，或长辈的介绍，他可能自己从网络上就可以问到很多这个工作，甚至他可能在大学期间就有担任就网络行销啦、社群小编啊的工作经验、打工的经验，甚至有的人搞不好高中大学就已经在当这个兼差当 YouTuber，所以他可能也可以自己当这个 YouTuber 或半创业或当这个斜杠族，所以对他们来讲工作机会其实是蛮多的齁。那当然既然这个网络的这个世代，大家的这个求职的焦点找工作的这个讯息焦点都在网络上面，那当然最近这过去1年其实黄仁勋的事情他去年已经就回来逛夜市了，对，没有像今年那么热，他连续2年有回来台湾逛夜市那我也是要沾一点这个黄仁勋的光，我也是台南人这样子所以他也是台南人，像我们台南之光这样子这每个人反正就言必称就是这个黄仁勋这样就沾一点啦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跟着黄仁勋的脚步去吃这个夜市不会让你这个致富，你应该跟着他的脚步去寻找就是说这种产业的这个发展。对，所以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当然我找工作不是去夜市找工作啊当然就是循着这 AI 的一个脉络，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工作机会那当然开个玩笑讲，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录音的地点在内湖科学园区，那当然也是在那个他们总部的附近。那不止他们总部附近，当然 AI 的工业很多都是在这个内湖科学园区，不管是软体或硬体。因此，对于这个整个高中生来讲，因为现在还是这个高2才分组嘛，现在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现在真的一窝蜂的人，真的是一窝蜂。为什么讲一窝蜂？因为我的大儿子他今年刚好就是要升高2他刚好5月份刚好选组我从这个寒假开始就开始跟他询问很多对，那其实感觉过去他高1之前国中好像对这种法律师的工作很有兴趣这样，结果最后跟我说他想要念这个理工组，因为他说很多这个同学都在讲这个什么软体啦不管是游戏软体啦 App 啦或是 AI 的讯息，所以变成好像就是很少他说很少听到有同学说想要选文组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其实他是在男生是不是？因为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比较男校的话其实他念的是普通高中，就是一般男女都有一半对，但就是不分性别的，大家都一窝蜂的想要进普通高中，对，就变成说即使是女生好像也蛮多人想要选这个理工组的那当然我觉得这跟黄仁勋还是有点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毕竟他是去年有回来，今年才形成一个风潮。从高中之外，当然大学你如果是真的就是念理工相关科系，那你当然就是今年很好找工作，基本上可能就是一毕业之前可能就有超过3-4个工作在等着你。真假？如果你真的是又是念非常精准的是 AI 的这个相关的科技，你现在说是每一个学生大概都是理组的理工组的，对，我说理工组的每一个孩子，对，比如说像阳明交大他们觉得是比较专门，就是有 AI 的相关对应的这个科系对那当然其他你说台大啦清大他们也是蛮多有几次黄仁勋有点到那几个对那几家好像那个新闻就不赘述其实只要有跟他们合作的这些学校，可能基本上学生应该一毕业是不愁没有工作机会，搞不好一个人就可以有3-4个工作机会，而且薪资一定都是比较优渥的，因为是被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而且他们是才基本上我们用比较极端的你说像毕业生如果是进入餐饮业，对，餐饮业最近也是缺工嘛，对，但如果你去餐饮业，你即使念得很好的学校，其实也没有太大加分做，因为餐饮业其实不看学历，那看你的服务热忱跟之前的一些大学打工实习的经验那你好一点的连锁餐厅可能储备干部我们讲比较高一点，储备干部毕业生可能大概就是餐饮业可能就是33000，最多是可以看到4开头的这个月薪的薪资。但我现在播新闻感觉不是这样子，因为太缺工了，所以餐饮业开的薪资也不错对，但是如果到科技业，那真的就是用14个月的月薪来谈年薪那我们就基本上假设他是进去是5万，那14乘以5就是已经是其实很快就可以破100万了，对，然后再上那个分红所以就是破100万很简单。所以你说储备干部餐饮业储备干部再怎么样4万块
乘以12，好，加一点这个奖金，可能50-60万年薪。那对科技业刚毕业跟你同辈分，一个念文组一个念理工组，可能第一年就是有1倍的落差，一个是50年薪，一个是100万年薪。那当然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说工作还是要看长远哦。那如果你就是，但大家现在跳工作都不用从自己的兴趣去想象的嘛？像例如说我们以前要进入到媒体行业，我想要做记者什么的，是因为我有这个兴趣啊，所以我一开始不是都是看薪水的。我觉得现在9年级生他们当然工作还是会看有没有兴趣，对，但是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如果这份工作又有一点兴趣，然后又可以就是生活经济状况可以扶植我，或者我至少不讨厌，对，比如说可以扶植我出社会之后呢，至少比如说每3个月可以出国玩1次，那平常下班可以跟同事6日啊，或是礼拜5晚上约去吃一个比较好的餐厅，对，然后生活方面的薪资够，然后又可以比如说在台北离乡工作，在台北可以租一个还像样的这个单位，至少月租1万块以上，这是跑不掉就是像样的单位，那我觉得应该是够。所以他们对于薪资的部分还是算要求啦，就是说可能兴趣跟薪资还是要兼顾。你说完全就是只看兴趣不求薪资，我觉得现在这种9年级的毕业生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发展前景还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回到刚刚主持人最节目一开始讲到，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社会一阵子，甚至你可能是中高龄劳工的，要面临 AI 的这个时代怎么办？那我们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可以比较上手就是现在有些企业可能觉得说你如果是这种中高龄劳工可能已经超过40岁甚至50岁，或者是你接近这个55岁待退的状况，可能至少现在有些企业它愿意投资一些这种 AI 的文书处理软体比较大家最常见就是这个 ChatGPT 嘛有些可能这个中高龄的劳工，大家对于这种 AI 软体，你不一定要完全去懂这种 AI 的这种程式语言，什么 Python 的运作，那个太难了。你可能就是顶多会用一些这种 AI 的软体来辅助你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比如说资料整理啊，比如老板突然跟你说，你可不可以下个礼拜帮我做一个，比如说什么现在市面上某某产品的一些现况，你可能就可以透过这样的软体帮你去做一些，比如说 data 的整理 data mining， 它可以当你的助手，对，助手就这样而已啦。那当然你还是要发挥一点人性，把资料去做一些事后的这个背景分析跟未来的一些预测判断，这样子。这是我认为说即使你现在已经来不及再回去大学，或者是说找时间去进修一些 AI 的这个程式语言的话，你确实可能基本的这种AI 的这种使用的这种软体，或是图像有些你会叫图像的一些处理当然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基本能力。我觉得越来越多企业老板是希望一些资深的这个员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能力。我觉得难是难在那个 DNA 有没有真的升值，你有没有内化？因为实际上我也上了一些 AI 应用的课，就是直接告诉你说有哪些外挂你可以怎么样？对，你可以，他直接告诉你 prompt 要怎么下。然后你可以下了一个 prompt 之后出现一个，例如说像心智图，甚至还有外挂呀，什么各式各样的，然后写歌什么什么的。可是因为说真的，我们60几年次的真的就是没有那个 DNA 在里面，你就是没有办法很自然而然的使用它跟运用它。这个跟在年轻人在思考我们未来的职场的安排跟走向上，你就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担心的这种感觉。那回到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就职的市场，现在看起来这么热，或者是求才若渴的状况之下，所以年轻人大学毕业就会直接进职场的比例就会比较高，是不是？那我们这个这1-2个月内调查，就有 94% 的这个毕业生，今年应届毕业生是想要优先这个就业大概只有 6% 想要再继续进步。对，这个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不同因为前几年我印象当中大家就是觉得哇这工作真的很难找，所以我尽量还是找个硕士班找个研究所考一下，然后待一下，或是延毕个几年，然后以拖待变，再看职场变化。对，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些硕士班有出现一些缺额，甚至可能私立的一些文组的这个硕士班可能也面临招生的一些窘境。那有些毕业生他可能觉得说他还是先去这个工作，那有些工作资历后如果想要再进修的话，或者是存一笔钱想要再出国进修的话，他再去想后面的这些职业规划。他觉得说现在既然是比较缺工的情况下，那当然缺工不可否认还是跟少子化有点关系因为毕竟现在大学生也是越来越少所以变成说 94% 选择先就业。那当然薪资的部分因为缺工的关系，那至少现在大学毕业生基本都有超过3万块以上那当然不要谈说你
离乡工作比你在台北工作可能这个3.1万到3.4万这样的一个学士硕士的平均起薪有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但基本上假设你是刚好是住家里的，那可能超过3万块应该还可以，就是应付你刚毕业的一些这个状况，对，应该是还可以啦。所以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来说，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工作都没有找不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吗？对，就是说因为很缺工，所以只要你愿意去做应该都找得到工作，只是说这个薪资的个满意度跟你这个薪资能不能负担你在比如说大城市的这个工作，对，或者是说这个工作的前瞻性，前瞻性，对，比如说你可能先蹲后跳，那个就我刚刚讲，你先进去餐饮业，先当个这个储备干部，对，一开始就是副店长，对，那副店长可能前几年就真的就是可能就那样的一个薪水了哈。那我们不用讲太多，可能这个要完全要靠你这个分店，比如说利润中心制比较高一点的一些奖金来增加这样，那你可能变成你有前3年的这个分店的历练之后，你就有机会去比较大的店，或甚至你可能有机会管比较多的店，变成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店长，那你可能就薪资就会比较跳的就是比较高一些。那不可否认，你当然你出身好，你本来就是念理工相关科系，那你当然就是可能就是自己稍微选择一下，因为毕竟台湾的科技也有龙头厂啊、2线厂，也是获利状况也是有好有坏这样子当然不可否认，大家都想要进那种好的嘛。听起来都是为了薪资考量就是现在年轻人除了考量薪资之外，他们在求职的这个思考上到底还有哪些？好，那当然我觉得还是要凸显一点我觉得他们虽然重视薪资，但是他们也是很重视这个我们讲直白一点，就是很重视劳资关系这一块。劳资关系像我们可能6、7年级生觉得说先求有这份工作进来老板可能就是有点灰色地带，违反劳基法的灰色地带。那我觉得9年级生、8年级生后段班的就已经非常在意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这网络就是我们又回到刚刚前面讲的，这网络时代的人就是抱怨网络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喜欢抱怨，那抱怨有时候你就是可能就 po 在哪个地方po 在 Dcard 论坛什么上面之类的对，然后我们就会去做一则。其实老板其实资方也有他的压力了他面对一个8、9年级生的劳方，他其实也有压力。那这样的年轻人其实他觉得说他敢言，他觉得说他很多管道他可以透过网络去发表他在公司的不满。第二个，他又重视生活跟这个所谓的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平衡，所以他觉得说他也不愿意就是加班，他觉得这个薪水够优渥，他不需要再靠额外的加班情况下，他觉得他5点钟6点钟一到他都准时就是下班。那老板跟他多交派任务对，他也是可能就是勇于表达他的不满。是我们最常讲是 LINE 的那个讯息嘛，老板可能叫你下班时间还给我传 LINE 过来，资深员工6、7年级生可能就是回个贴图就是说 OK 还比什么 OK 笑脸那就继续处理，然后还回复老板说处理好了7点钟交办，可能晚上9点钟 OK。 那对于这种可能新世代的这种 Z 世代还有一个称呼叫 Z 世代，网络 Z 世代他们可能就已读不回这样子，等到隔天早上9点再回老板很伤心而且老板有时候是6年级生，有没有？对对对，老板也不能够以自己以前初出茅庐的状态来要求他们。对对对，所以可能就会变成说像是2个平行世界这样。我实在是很害怕我们等一下聊聊会变成有点老人家在教训别人的感觉，可是真的我们自己2个人都是6年级生嘛，6年级中段好了齁。我老实说，我当然知道政治正确，就劳资关系或是劳方的权益上面这些要求都是对的，可是问题是我自己回想我当初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那些无止境的然后说真的是无止境的加班我们做媒体大家都知道嘛，然后新闻晚上播了，要看晚间新闻结束之后有没有需要补的，有没有需要修带的，有没有需要怎么样的，然后明天的新闻要开什么稿单要先开出来，就工时其实都很长这样。那其实我回头去想就是那一段无止境的加班是我职涯当中我觉得非常痛快的一件事情，虽然痛可是又很畅快，然后又学到很多，在所有进入职场需要到的技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极尽压缩然后塞进来，我觉得蛮爽快的，虽然那时候也是会赶一觉这样。对，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去，但我马上就是用这种现在9年级生的一个工作的心态，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之前称为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职涯的养分，多出来的加班时间职涯养分，对我们来讲，这些时间并不是我想要付出，我反而愿意多用这些时间去做比如跟我的这个同学啦去吃饭啦，或者我宁可花这些时间可能下班以后去学一个什么才艺之类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就是想说，就你们自己的这个专家的角度跟立场来看啊，如果以整个职涯长远的发展来说的话，是不是有的时候在这中间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其实对自己的职涯是有帮助的？我觉得现在老板可能比较稍稍开始有点吃亏哦，除了因为这个他的员工抒发心情的管道，抒发不合理的管道，我发现你今天讲话也是很委婉的。对对对，我不讲，因为毕竟你们可能收听的人也是有一些6、7年级生了哈，那可能就是新生要两边都取舍，可能他们还是会有点就是退让就对，因为现在真的少子化，对，那你又那么缺工的情况下，你还是会担心他离职啦，因为离职率太高的话，会变成说你也很难找人嘛。有明白，因为我们每次在播新闻，如果对这个新闻有一些挑剔的话，然后编辑就会默默跟我说不要再挑了，现在都是就是大家愿意做就好了。对啦对啦，真的就是这样子啦。对对对，有人愿意来好好做就好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回到这个离职率很高、少子化，对离职率很高的情况下，可能我觉得现在老板应该会稍稍有一点这个妥协哈。即使他可能不是那种富二代、富三代的接班，他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6、7年级的主管。不要讲老板，我就说连主管可能自己要稍微调整心态一下，好不好？调整心态一下，因为你可能就是这个人来了3个月不到又离职的话，你要找一个来接这个位置。你不觉得我们这6年级中段生真的是以前我们找工作先求有再求好，现在我们找下面的先求有再求好。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心态的就是我们只能讲就是那种换位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学生 OK 啦，学历还 OK， 那他有这种一点点实习打工经验，我们也接受这样子，他可能就先来再看看，那工作上面有出什么状况，我们可能就是再来调整，就是去辅导他。像我也很怕就做不到3个月就离职这样，真的，对对对对对，这是另外一种供需失衡嘛？就你们自己来看，我觉得也不算供需失衡，就变成说可能上司跟这个网络 Z 世代的这个下属，可能要变成越来越真的是有点像朋友这样子，就像朋友这样，以前可能还是有点觉得说要有一点这种尊跟卑的那个关系，但现在可能就真的不能有尊卑的一个关系。我们这年代的人真辛苦，真的就是，所以我们当父母也要跟孩子做朋友，然后在职场上辛辛苦做一个中级主管，也要跟下属做朋友，对不对？我们都是要跟。所以6、7年级的主管可能变成是在家里是3明治组，在公司也是3明治组，我们其实弹性很大。对，因为上面老板就是那种就是头的老板会压你，然后下面这个其实也等于在压你。就是他会随时就跟你说好难做，好累哦，怎么都一直要加班，我讯息收不完。他可能就是有点类似会跟你就是抱怨，或者说你会觉得说你传那么多讯息给他，工作交办他就是大概只完成度可能不到你的想象中的一半的情况下，你可能就只能够担心，就是说你要找到下一个人有一个困难对吧，可能就只能稍稍就是先暂时屈就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对。不过我觉得就是在回到我们讲的，可能现在企业也要去思考少子化、缺工或者这种离职率可能会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要导入一些我们讲的AI 我也不要讲的那么高阶段，就是可能比较基本的，比如说可能有些工作会我们讲的职场 AI 元年今年可能应该是第2年了，因为去年假设以黄仁勋回来的那一年，我们就已经有在探讨一些工作可能被取代，有一些基础工作确实是 AI 就可以取代了嘛。对对对，那就回头再来讲，刚才讲到职场的这个市场人力市场，感觉起来就是资方这边就是很担心找不到人所以对于新进的员工都是要非常小心谨慎这样子。但回头另外来讲，如果说这些新鲜人进入到职场，他们有另外的危机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以前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入手的工作我现在找不到了，那会是另外一个挑战嘛。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22岁到24岁失业率其实也不小，我有点忘记它百分比是多少。基本上其实那个刚毕业的这20几岁的这个失业率确实都是比较高对，大概就是11%到12%，但如果你拿这个数字跟金融海啸16、17来比，其实它就算低的。对对对，因为它会先度过一个阵痛期，就是20到24岁失业率会飙很高，然后25岁以后就会突然就降很多。所以其实只要经过前面这几年阵痛期，倒是就失业率会降的是蛮多的。只是说我们先直接跳到这个结论，就是不管这个未来这些9年级生，或者是我们开个玩笑讲，可能还有下一个
什么民国100年以后出生的进入这 AI 的一个时代，它最后的终结是这个人力，这个人这本身还是不会完全被 AI 取代，就变成一个人机协作的一个状况，就变成说企业端它会去衡量重复性高、精密度高的工作，它会用 AI 软体来做。那有需要创意跟需要人性沟通，比如说有什么医病关系的啦，或一些什么法律关系咨询或创意的这个工作，就需要还是要有人本身来这个从事，那就不是只是单纯理工的基础嘞。对，养成的过程不会就是像现在就理工这么热。对。另外也很想要请教，就是了解一下现在的趋势。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你问年轻人他们的理想工作，很多人都是想要做什么 YouTuber 之类的啦 ，KOL YouTuber 之类的。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好，我们就把这个我们上个月就是前1-2个月做这男生的部分，其实确实前5名我很快念过去，大家可以隐约看出还是有一些是老一辈长辈偏好的工作，还是有。那个男生的部分，今年毕业生他们梦幻的工作，就是不管是不是这个正职或是兼差，可能他们第1名男生部分是 YouTuber，第2名是电竞选手，第3名是工程师，就还是回到这个我刚刚讲那个工程师，那第4名是职业运动员，第5名是医生，还是回到就是老一辈他们觉得这个医生才是最重要。前5名只有2个是老一辈想象的，就看起来还是啦对，工程师对，可能老一辈还是工程师跟医师。对，那女生的毕业生部分，第1名是作家第2名跟这个我刚刚讲的这网络时代，第1名是作家呀。对，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当一个，可是作家的广义定义比较广，可能在网络上面写作也算嘛对，部落客写一些文章这样，作家。然后第2名是网络小编，网站小编，也是跟网络时代有关系。那第3名是 YouTuber，但是这个4跟5就是比较一般可能跟我们6-7年级还是一样，就是公务员跟空服员就女生的这个毕业生，可能还是蛮多人愿意觉得当空服员还是蛮多，就是女生毕业生他们向往的这个工作之类，特别现在观光业又复苏了，现在其实基本上这个稍稍题外话，但是确实最近航空公司招募状况是非常的积极，甚至搞不好这个招募状况还比疫情爆发前更为热络对，那当然这个第4名还是这个公务员这样子，公务员确实可能有些我们没有什么性别歧视可能有些女生她们毕业可能觉得公务员可能还是有其他的稳定性比较不受这种所谓景气的这个影响或者说可能家里面还是有长辈，所以这是最新才做出来的。对，针对多大年纪的就是今年的这毕业生今年的毕业生。所以综合来看，医生、公务员这个可能就是老一辈就是会耳提面命的就是像我们爸爸妈妈那辈阿公对，这个还是有在这个新世代年轻人当中的想法。年轻有多少比例的人比较期待想要自己创业，一出来就有创业的想法，或现在的孩子，年轻人不要讲孩子，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多少人是很想要斜杠的那种？超过8-9成的年轻人都想斜杠，但真的落实大概只有其中的这个1/3到这个1/4。可超过8-9成的人都想要斜杠，我也觉得很意外。但是这个你要乘的比例里面，但是比如说8-9成里面的1/3，大概真的落实的也就3成，就3成这样而已。3成我觉得也是。但是这个斜杠的工作，我们要讲一个比较不客气一点就是有些人他觉得他当外送员也是算斜杠对，他觉得他6日有时间跑个这个外送员，但有的人他就想的比较广，他觉得说，他竟然会美术编辑，那他是不是还可以去发展其他的工作？我们这样举例，像你说文组的学生，有些念外文系他就很厉害他假日的时候他可以去当这个口译翻译所以有时候斜杠这个工作看你怎么去想当外送员也是斜杠，那当你说翻译口译员也是斜杠，只是说同样都是赚钱，时薪高低的差别而已啦。那不想要领薪水，想要自己创业的年轻人比例高吗？这个其实我们比较细部的一个调查是去年这个9月的时候有调查过当然想要创业的年轻人都很多也是那种都超过很高的比例，但实际上真的落实的，我们换算下来大概只有15%到20%有落实去创业。就是说实际上以我们不要讲40岁以下，我们不用讲到这个90以下，40岁以下真的有落实去创业的有想法的都已经超过8-9成，真的落实创业可能就是换算下来大概只有其中的这个2成不到，可能是20%到15%，而且这当中真的最后有成功再换算下来还蛮符合就是我们了解的，大概就是金字塔顶端就是3%到5%是真的创业有处于获利的状况所以其实就算是分3个层次嘛就是第一个有创业梦，
第二个真的去落实的就越来越少，真的有赚钱的真的是很少这样子。那跟过去差不多如果以创业这一块，对，其实我觉得创业不分年代啦，就是你其实6、7年级生、9年级生，其实大家都很想自己当老板，因为他就觉得当老板是一件想象中啦，在求学在我想象中自己当老板好像很自由，对，好像很容易就是有钱进来这样子。但实际上可能真的投入创业以后，会觉得说好像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搞不好自己当老板还比当员工更过劳。对，压力搞不好还更大。这个是可能还是要自己有一个这个取舍啦。对，当然我是觉得如果你在学生时代就很有生意头脑的，或许可能以毕业自己去尝试创业是无可厚非。那你如果在求学阶段就是可能一个乖乖牌，就是老师给你什么东西就是把它考好写好，考卷写好，也不会另外发挥别的东西，或者说你也开个玩笑讲，你爸爸妈妈也不会有这个金钱上面的这个支援的话，你可能还是暂时去当上班族，找一份工作，先求稳定可以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样是对爸爸妈妈帮你付这个学费的一个基本的要求。你可以一毕业就是先养活自己，就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嘛。对，不过你刚刚讲的大部分都是我们所理解的比较传统职场我就突然想到，因为像最近少年股神的故事也听很多，有没有那种年轻人想说我先不要工作，我先来投资的这种？其实我发现，因为我大学是念那个经济系的，我觉得这种学生其实在我那个年代就还蛮多，但是他有个特色，他其实通常在大学时代，不管是9年级，现在的就是现在媒体看到的9年级生那种什么股，他其实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有加入这种大学的这种股票相关的一个这个社团这样子。那因为基本上现在这种股市的分析软体很多啦，那当然现在因为有 AI 的这种帮你去收集更多的这种财经资讯，所以变成说其实你要稍微懂那些东西的话，其实现在这种刚毕业或者是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在专注在这一块的，把读书变成把读书变成副业的，其实还蛮多的。其实我念书的时候，这是他们的斜杠啊。对，有些同学我念书的时候，其实有些同学已经有些一段时间关注念书，一般是关注那个投资市场。那现在我想资讯越发达的时代，我是觉得应该9年级生、8、9年级生投入这种就是边念书边工作，然后再投入这种投资理财，应该比例会是越来越高的啦。你自己应该工作关系常常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来跟你询问一些相关的建议你看到例如说我们做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或者是跟年轻人聊他们对于理想工作的想象，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特别想要提醒他们的部分？我觉得第一个先不管这个工作怎么找，第一个就是进入职场以后像这种就是人跟人之间人性的沟通还是比较重要，不管 AI 有没有取代，距离20公尺就是不要传讯息过去讲，搞不好效率会更高这样子。那当然找工作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是缺工的一个时代那基本上对于年轻人来讲找工作不是问题，只是你对于这份工作的这个憧憬是你想象中的，就是可以兼顾事业跟生活，就两者能不能这个平衡而不是失衡的一个状况，可能自己还是要想一下因为有些新创公司我们讲就是什么独角兽公司可能老板会给你很大的想象，我们公司是开放式的办公室环境啊，弹性工时什么的，但是最终还是回到那一句话，老板还是看你的工作绩效，你对公司的贡献。前面这个面试应征的时候讲的再怎么漂亮，他最终还是看你在11月12月的时候你的考绩状况或甚至每个月你当业务人员，你当 salesman 就有业绩压力，每个月搞不好每周你的 KPI 对 KPI 有没有达成，我觉得这个才是实际。不管时代怎么演变，不管你的办公室跟上司老板讯息是不是面对面讲话，或者是用社群软体，或者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开放式的空间，还是回答一句话，老板就是看你的工作绩效，你的 KPI 有没有达成而已。我觉得对于新鲜人来讲还是要注意，你再怎么希望你追求一个工作跟生活平衡状况，或者你下班就是觉得我下班就是不想回老板，你不回讯息 OK， 你这个月你到年底之前你的 KPI 要达成就好。我想老板觉得你最后绩效出来，他觉得付这个薪水给你即使你上班不太理他，用讯息不愿意跟他面对面讲话，不愿意下班理他的讯息，他也觉得年终或者每个月结算的这个工作绩效有达成，我觉得老板就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甚至搞不好还这个 A 段班的这个员工这样子。对，所以进入到社会大学又是一个学习历程展开，有时候都说哇做事很重要吗？做人好像也很重要， 对不对？
这也是要特别提醒的。我记得那个谁黄文勋他好几次都在讲到他以前在 Dennis 就是快餐店打工的经验，他说他扫厕所特别认真或什么的，或是他第一次在做投资第一笔资金进来，其实也是他当时的老板去帮他打一通电话，那原因是因为当时他的工作表现对于他那个老板来说看得到，觉得这个员工超优秀的。我个人经验也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当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好好认真做，你就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在做准备了。对，我觉得的确啦，因为如果我们刚刚就是有最后可能节目最后还是可以归结到这个不管是不是在科技业或者是在一般的服务业，你可能有时候有些人跟人之间沟通你没有去做到的话，你累积一些压力或者累积一些错误的话，你可能会对于自己的这个职场发展会是一个造成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啊。开个玩笑讲，你可能刚有提到的你工作做好，你没有办法把一些职场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做的话，你可能这个工作你做不到1年，你即使这个薪水很高，你可能也是做得不开心。我觉得做得不开心对于这个9年级生来讲也是很重要。工作不开心，生活事业不平衡，他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就是即使薪水再高，他觉得还是不如归去这样子。对，所以人跟人的连结其实在职场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才是真的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部分。对，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宗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有这么精彩的分享。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跟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或者许愿池的连结也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头，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谢大家收听，再次感谢宗斌的时间，谢谢，拜拜，拜拜。